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结婚20周年纪念日，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书。我站在镜前掩面而泣，却意外发现自己和宋世家互换了身体。从此，我主外，他主内。1个月后，他拉着儿子一起跪在我的脚边：“老婆，我错了，能不能不要离开我？妈妈，你快回来吧。以前都是我不孝顺。”我吃着西餐，饮着红酒，看着跪倒在地的2个男人，谁是你老婆，谁又是你妈妈？没看到我和秦总谈业务呢吗？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离婚吧！20周年纪念日，我满心欢喜地等着宋世家像以往一样给我从身后拿出玫瑰或戒指，却不想等来的竟是一张离婚协议书。为什么？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洗衣做饭、接送孩子、照顾你妈，家里的事务里里外外，我扪心自问，我是个合格的妻子。宋世家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好半晌才皱着眉头看着我：“张倩颖，你就像这白衬衫上的油渍。”我看着糟心，所以我们离婚吧。他指着身上的衣服，那上面赫然有一道油污，是我昨天才给他洗好的。我在心里冷笑，脑海中沉睡多年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察觉到您的情绪值波动异常，请问是否使用隐藏功能？”好，我看着桌子上的白纸黑字，这婚我不仅要离，我还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桌上满当当的饭菜已经全部都凉掉了，可是这已经是我热的第3遍。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就暗示他今晚早点回来，却不想我从下班到现在一直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反而刚回到家，他就要和我谈离婚。宋世家坐在沙发上，烟一根接一根的不断。我皱着眉头打开窗户，散着客厅里的烟味，冷风扑面而来，冻得我一个哆嗦，却不想身体冷，心更冷。协议书上留给我的只有我们现在名下住的这套房子，甚至晚成的抚养权他也要夺走。这些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外打拼，起早贪黑，可以说没有我，咱们这个家早就散了。你没有工作，这些年吃我的喝我的，每天只用待在家里做个饭，打扫个卫生，就这我还得给你1000把块钱，就按1个月2000，这20年来也不是一笔小钱。张倩颖，我待你不薄，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这套房子就留给你吧。另外，你没有经济来源，晚成以后还是跟我生活比较好。我看着白纸黑字，这哪是什么协议书，分明是一张写满我罪行的审判书。宋世家字字诛心，细数着这些年我的恶行，我听着却觉得既可笑又可悲。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只是在20多年前因为攻略任务来到了这里，但当时我的攻略对象并不是他，而是张倩颖的高中同学秦墨。后来宋世家不断地追求我，任务完成后，我被他打动，就留了下来。我和他一起携手进公司创业，因为脱离了系统，我失去了金手指，所以只能更拼命地去工作，常常陪客户喝到胃出血也是常有的事情。从一无所有到事业逐步起步，我们携手共进。他总是在深夜的时候从后面拥着我，或泪流满面，或喃喃自语。他总是说一定要给我更好的生活，过上好日子。直到14年前，我怀了宋婉生，那时候正是公司蒸蒸日上之时。宋世家不同意我继续工作，百般劝说，甚至请了公婆出面。他说想让我享乐，
外面的苦都让他来吃，只希望我余生过得幸福。我动摇了，我辞了工作，放弃了我所热爱的事业。老板百般挽留，甚至承诺说可以带薪休假，回来再给我升岗，但却被我果断拒绝。只是因为宋世家说这个家需要我，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回来了，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起初他确实体贴我，当初他工资并不高，只有几千块钱，但每次1多半都交给我保管。这么多年过去了，物价在飞升，他的工资也在上调，可他给我的钱却永远都是那么多了。是啊，一个在家的家庭主妇，在他看来能有多少用钱的地方呢？可是不当家永远不知柴米油盐贵。我自认为我是合格的，既是好妻子，又是个好母亲，没有愧对过谁，除了我妈。当年我不顾她的反对，执意要嫁给宋世家。我以为我赌对了，却不想我终究是步了我妈的后尘。门口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偏飞的思绪。我扭过头去，看着身后的儿子宋晚成，1.83米的个子，模样仿佛和年轻时候的宋世家一模一样。不得不说，当年我也是被这副样子迷了头脑。宋晚成今年已经18了，正是学业最繁重的高3，平时都是走读，每天晚上10点多才放学回家。宋世家灭了烟，神态如常，因为无论我们俩的感情如何，都绝对不能影响到儿子高考。我将今天的饭菜简单热了几个，又端来一杯热牛奶。下周1我们开家长会，爸，你有时间吗？我端着牛奶的手抖了抖。自从上了高中开始，他就一直抗拒我给他开家长会，即使现在我站在他面前，离他最近，他也依旧会先问他经常忙于应酬的父亲，而不是每天晚上都要等他回来给他热饭，早上还要陪他早起，努力给他搭配饮食，以求营养均衡的母亲。我去吧，你爸他没空。我努力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宋世家现在是事业上升期，每天总是应酬到深夜才回来，回来也是满身酒味，倒头就睡，哪里抽得出时间？不行，你不能去。宋晚成吃饭的筷子一顿，丢人。最后那2个字仿佛一记重磅敲打在我的心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胖到变形的身躯，也没有土到掉渣的穿衣打扮，甚至我还从每月宋世家给我的零用钱里省出来点，给自己做了美甲，烫了头发。我自认为这已经是一个中年家庭主妇每天忙里忙晚，又没有资金支持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了。没事，爸爸请假给你开去。宋世家拍了拍宋晚成的肩膀，又斜睨着瞥了我一眼。这一场无声的硝烟，宋世家完胜了，我却仿佛是个挑梁小丑。我一直以为是宋晚成长大了，变得和父母不亲近了，却不想这是单方面对我的。今天晚上，我被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轮番地抛弃了。我的身体有点发抖，喉咙里仿佛吃了一只苍蝇般，卡得我说不出一句话。看来不仅是财产的分割问题，连抚养权问题，我也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晚上，我和宋世家躺在床上，2人以背相对，中间却隔着1个人宽。我一心沉醉在扮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中，直到现在才发现，我们似乎已经貌合神离了很久。宋世家已经躺在一侧睡着了，我看着他放在身旁的手机，半个多小时前，他还在不断地弹出消息。按照女人的第一直觉，这是猫在外面偷吃了星儿。我想打开他的手机查看，却又觉得一阵恶心。什么时候枕边人变成了这个样子？宿主，察觉到您的情绪值波动异常，请问是否使用隐藏功能？
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听到系统的声音了。什么是隐藏功能？我问。系统久久没有传来回话，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直到4点多钟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叮铃铃，在我耳边的闹钟醒了，已经5点半了，要起床给宋婉成准备早饭了。我摸索着枕边的手机，却发现怎么都关不掉闹钟，吵死了！一道女声在我耳边响起：“宋世家被吵醒了。”我一个机灵从床边坐起来，因为那分明是我的声音。我扭过身子，看着在旁边不耐烦的我，又来到镜子跟前，看着眼前有着小小的啤酒肚，脸上一点胡茬，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这赫然是我的老公宋世家。什么时候他也变得这么丑了？我试图搜索系统，他还在我的脑海中，只是已经进入到了休眠状态。想来这是昨晚系统帮助我们互换了身体。幸好我闯荡了很多个小世界，这点小风浪对我来说不算大，只是不知道这个互换时效能持续多长时间。张倩颖，你干神啊？这是怎么回事？宋世家顶着我的脸，刚准备不耐烦地指责我，但很可惜，他看到了他自己。很显然，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宋世家的脸色仿佛见了鬼一般，显然还没办法接受这一切，毕竟这确实超出了唯物论的认识。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我推了一下旁边的宋世家，该给你的宝贝儿子准备早餐了。我翘着二郎腿，继续眯着眼在床上躺着。这是属于宋世家每天的特权，可以一觉睡到7点再起床。撞邪了，撞邪了！他嘴里一边嘀咕，一边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大耳巴。我的脸瞬间就肿了一大半，我赶紧拉住他的手，毕竟女人的脸40岁可不容易保养得这么好看，男人的力气果然要大得多。我轻轻松松就牵制住了宋世家，我俩争执的声音很快惹来了门外人的不快。宋婉成冲进来拉住了我的胳膊，却是冲着宋世家喊的：“你闹什么？爸还要不要上班了？还有我的饭呢，今天早上我吃什么？”我的心里一阵发酸，他的宝贝儿子当真偏向他，明明是我死死扯着宋世家的手，他却只看到了我的不是。宋世家最后还是没有把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说出来，乖乖地出去准备了饭。但我知道宋世家的手艺也只会煮个方便面，他只知道宋婉成每天早上要吃2片面包，中间加一个溏心蛋，还要配一杯热牛奶。我告诉他，面包在橱柜的最上层放着，牛奶要拿脱脂的，但却没有告诉他鸡蛋要冷水下锅煮3分钟才是溏心的，牛奶要在面包烤一半的时候加热，这样宋婉成在喝的时候的温度才是刚刚好。宋婉成最后是摔门走的。我躺在床上，享受着几年不曾有过的懒散时光，却横竖都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的脑海就是宋婉成饿着肚子上早自习，会不会胃难受？我终究是忍不住了。门外安静极了，我打开门，看着瘫坐在桌子前的宋世家，因为没有化妆，脸色苍白得很。桌子上放着2块略带点焦色的面包皮，我拿起来咬了一口，嘎嘣脆。对了，宋婉成最讨厌这种口感的面包。离婚的事情暂且先放一下，这种事情太邪门了。今天我们有个组会，我必须去参加，没有办法请假，到时候你尽量听着别发言，实在不清楚的打电话问我。宋世家痛苦地揉了揉眉心，还有，今天我妈要来，你告诉她先让她别过来了。还有，我今天必须去请道观，请个道长问一下。我没有搭话，只是起身来到镜子跟前，
将昨天宋世家昨晚弄脏的衬衫扔到洗衣机里，然后换上一件新的西服，再配上一个漂亮的领带。人靠衣裳，马靠鞍。只可惜宋世家这几年不注意身材管理，再好的衣服到他的身上也变得普通了起来。我端详着镜中宋世家的脸，以前怎么没注意过他变得这么丑了呢？要是知道他变成这样，我当初是绝对不会同意留下来的。我拿起宋世家的手机，提着公文包准备出门。放心，帮我来替你上家务呢，你就好好操持。宋世家紧盯着我拿在手里的他的手机，却又不好说什么。我开上车来到公司门口，一时间有点感慨万千。当年我和宋世家毕业，一起进了这家公司。那时候公司刚刚成立，我们俩的情分就是在和客户一次又一次的拼酒鼓劲中，由同事情转变为了爱情。在公司步入正轨的时候，我却为了宋世家而提出辞职。现在宋世家已经做到了高管的位置，一路上每个人都和我问着早。一时间看着打工人脸上的朝气，我还有点不适应。毕竟过了这么多年，我凭着以前来公司找宋世家的记忆，勉强摸索到了他的办公室。立马有个小姑娘跑过来请我过去开会，还递给我一杯咖啡，甜甜地叫了一声宋总好。我看了一眼她眼前的工牌，上面写着李玉静3个字，果然是年轻，不用每天保养，皮肤也白嫩得很。人一走过来，就一阵淡淡的橘子香水的味道。我伸手接过了那杯咖啡，咖啡的味道很好，我很喜欢。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和甲方的客户探讨一下相关产品的改进工作。我本来只是打算走个过场，却不想进来的竟然是多年以前我对接的贾总。想当年这个客户还是我拼了几碗的酒才拉拢过来的，现在竟成了公司长期的大客户，洽谈很顺利。我将宋世家说的话完全抛到了脑袋后面。对于产品相关方面的不足，我还提出了些相关方面的建议。当然，虽然我是顶着宋世家的脸，却说这是我的妻子张倩莹给的意见。毕竟我可不会做出给别人做嫁衣的事情，何况我们都是快要离了婚的人。没想到小张这么多年过去了，头脑还是这么活呀。以前我虽然辞职在家，但宋世家也不是没有经常拿工作上的事情来问我，他还经常夸我聪明。只是看样子这功劳全让他一个人揽了，只是可惜呀，这么聪明的人被你给拐跑了，哈哈哈。要不公司的这把副手就让小张来做了。李总笑着打趣道，当年就是他极力挽留我的。我的鼻头一酸，不知道当年的我走的那般决绝，会不会后悔当时的选择。李总原本执意要今天中午聚一聚的，但是听说我要去接宋世家的母亲，还是让我赶紧回去了。谁都知道宋世家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准备走的时候，我给李总口语了几句，让他把李玉静原职调动到分公司。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帮我通知了人事部了。宋世家确实挺小心的，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照片被删了个干干净净，连小姑娘的微信都没有添加。只是那橘子香水的味道，无论我每次倒多少的薰衣草的洗衣液进去，总是盖住了，又被每晚反复的带回来。他大概还觉得自己藏得很好吧。只是我也不是圣母，我会让所有背叛我的人都付出代价的。宋世家原本让我以他的名义的告诉他妈不用来了，但我不仅没有告诉，还专门去接他妈过来。一路上他妈展示出的热情，大概是我一辈子都不曾见到的。毕竟在我结婚的时候，他妈都不曾给过我好脸色。
原因是我拿到的这个文的身份是个由母亲抚养长大的穷人家的小姑娘。虽然宋世家他们家也富不到哪里去，但是随着这些年他工资的增多，我竟在他母亲面前越发的抬不起头了。妈不想去饭店吃，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嘛？叫倩影赶紧买好菜，随便做几个就行了。你爱吃鱼，让他买条现杀的活鱼回来。我瞧着后视镜中宋世家他妈絮絮叨叨的样子，给宋世家拍了个视频，发了个微信，之后开了消息免打扰。反正我提醒过了，该怎么办就看他这个儿媳妇的表现了。想到这儿，我竟还隐隐有几分兴奋感。刚一进楼道里，一股浓厚的烟熏味传来，邻居看我回来了，赶紧拉住我，让我回家看看，说是这烟冒起来没多大会儿。我刚拿钥匙开门，就看见厨房里火光冲天，我顾不得被烟呛着鼻子，连忙将家里的小型灭火器拿出来灭火，又将油烟机和门窗打开了散味。此时厨房里一片狼藉，宋世家顶着我的脸，手足无措地站到旁边，脸上抹了几道紫黑印。宋世家他妈跑过去掀开锅盖，看着锅里那条烧得乌黑的草鱼，顿时心疼不已。你说你连个饭都做不好，还会做什么？想我当年17岁嫁给他爸，给他们老宋家做了一辈子的饭，我婆婆逢人就夸我做饭好吃又勤快。你说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来，故意在这膈应我呢？从自己小时候的光辉事迹讲起，最后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自己的儿媳，终是媳妇熬成婆。明明她也可以提前来帮忙做饭，却始终要儿媳一个人亲力亲为，才算是对自己的重视。嘴里说着简单做几个菜就可以，却在我一次生病简单炒了几个菜的时候甩脸色。就好比此时他完全可以上去搭把手，却偏要在旁里冷嘲热讽。够了，妈，你别说了。平日里宋世家永远是他妈的宝贝疙瘩，哪里受到过这种委屈和奚落？说你两句怎么了？宋世家他妈也来了火气。毕竟以前只要是我和他妈发生了矛盾，永远只有我挨错受骂的份。我冷眼看着一切，一如往日的宋世家一样沉默不语。我望着那条草鱼，就好像是自己糟糕的前半生。以前只是觉得要爱屋及乌，爱他就要包容他的家人，却没想到爱别人的前提是要爱自己。如今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我才发现自己以前是有多憋屈。我起身回房间里点了外卖，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门外的争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彻底停止。我上网查阅着资料，也不管宋世家在我身后站了多久，为时还要接他过来。你明知道我不会做饭，还故意让我做。宋世家压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咬牙切齿。第一，是你这个大孝子要求每周日都雷打不动地把你妈接过来，即使是我生病那几天。第二，我嫁给你的时候23岁，也是我妈的宝贝，十指不沾阳春水，却为你洗手做羹汤。你爱吃鱼，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你做，你只会夸我做得好吃，却不知道这每一道菜都是我不小心切了几次手指，做失败多少次才做出来的。我几乎是吼了出来。宋世家这个人是不是永远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怎么会和这种男人搭伙过了半辈子？我很少冲他发脾气。他的嘴张了张，嗫嚅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对不起，倩影，是我冲动了。我今天上午去道观求了张符纸，你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底下，说不定我们就能换回来了。我看着那张符纸，却只觉得好笑。下午的时候
班主任发来消息让我去开家长会，并且强调父母亲能一起来是最好的。原本他妈是吃过午饭就要走的，我却提议他暂时住下来，毕竟他住在这里，能很大程度上帮我看住宋世家。宋世家自然是不同意的，只是他看着他妈那样子，终究是没有开了口。我和宋世家一起去的家长会，宋婉成本来在门口挺高兴的等着迎接我们，却没想到在看到宋世家的那一刻彻底黑了脸。爸，你怎么还带他来？那脸上的嫌弃之情明晃晃的，刺得我一阵心疼。他是谁？宋婉成，你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一下你妈妈了吗？周遭异样的目光传来，即宋婉成此刻顶着我的脸，此刻也多多少少有点挂不住面子。哎呦，婉成和你妈妈闹矛盾了呀？儿子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再说你妈妈多好呀，一心扑到了你身上。和宋婉成同班同学的一个妈妈过来替我们解围，这是婉成妈妈呀，看着真年轻啊，保养得真好。是啊，是啊，你妈妈可真是贤惠。你上次带给我家月月做的那款蛋糕，比超市做的都好吃。就是，我跑了几个超市都没买到，你教教我们呗。这次来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孩子的母亲，他们围在宋世家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刚的战火瞬间泯灭了，我不顾身后宋世家投来诧异的目光，只看着他笨手笨脚地替我应付的样子。第一次替我的男人感到丢脸，这一把只求他别把我之前积累的好人缘给败光。谈谈吧，为什么总是嫌弃你的妈妈？我把宋婉成拉到一边，尽量用最平静的语气问着话。我也不知道，就是爸，你没发现他真的是事儿精吗？明明每天只用在家里待着就好，随便做顿饭打扫个卫生能花多长时间？他明明知道我高三压力大，你每天应酬又很累，还管这管那的。我深吸了一口气，隐隐只觉得眉心突突的跳动。首先，你妈妈在家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比如你上高三需要营养，每天晚上睡前光是研究菜谱就得花费她1个小时。你以为那些既符合你胃口又有营养的饭菜是大街上刮来的吗？还有家里的卫生，你知道一天不打扫角落里会落多少灰吗？你爸随手乱扔的袜子，你每天弄乱的书桌和你们换洗下来的脏衣服，都得他一个人收拾。再者，你班级里每天的下午茶点和蛋糕，都是你妈妈一个人做出来赶着送过来，只是为了让你和周围的同学打好关系。宋婉成不善交际，我怕他在学校吃亏，所以每空闲之余总是做些甜品之类的送到学校，让他和同学分享。可那又怎样？严静婉的妈妈是公司高管，家里请个专门的保姆就好了，又能赚钱又能顾家，什么东西不能用钱买呀？宋婉成小声地嘀咕着，满是不在乎。啪！爸，你干什么？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没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是一个巴掌甩到了他的脸上。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买，这个观点没错，可是真心和心意买不到。我在他的心里竟比不上一个保姆。这就是我怀胎10月辛苦生下来，也是我养育了18年的孩子吗？宋婉成从来没和我这般交过心，我以为我这个妈妈当得不算优秀，但也算称职，却不想竟落得个这么难堪的形象。我怕自己再听下去会忍不住崩溃。你羡慕严静婉的妈妈是高管，可你不知道你妈妈曾经就是为了生你才放弃了那个岗位。我的心里以前如果说是揪痛，那么现在就是失望。我看到宋世家从旁边走出来，
怕是已经听到了全部。他想过来抱我，却被我躲开了。宋婉成看到顶着我的模样的宋世家，许是心虚，将头别向一边，却始终不肯开口叫声妈。我突然有点明白我妈当年对我说的话了。我径直出了学校，开车往老家的方向赶。大抵人受了委屈的第一反应都是去找妈妈。当年我执意要嫁给宋世家的时候，我妈极力的反对，导致我们后来的母女关系一直有点僵硬。可现在我却不得不顶着宋世家的身份去见她，想来她也不太待见我，但无所谓，只要让我哪怕远远地看她一眼就好了。老家都是独栋的小院，我蹑手蹑脚地来到院子中，我妈正躺在摇椅，好像睡着了。旁边放的收音机传来滋啦作响的声音，我突然鼻子有点发酸。好几年我们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转一趟。我爸去世的早，他一个人不知道过得有多孤独，这院子里竟是连一个陪他说话的都没有。我忍不住小声地啜泣起来，却不想一个拖鞋竟直直地朝我面门飞来。我来不及躲开，硬生生挨了一下。我妈从椅子上坐起来，先是松了口气，站那不吭声。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却在看到我脸上的泪痕时，又不禁紧张了起来。不是，你哭什么呀？莹莹呢？是不是莹莹出什么事了？妈，我哽咽着不知道说什么。只有我妈才会第一时间关心我的安危。你是莹莹对不对？却不想我妈听到这句话后，径直过来拉我的手，一丝意外的感觉都没有，反而是隐隐的兴奋。没想到啊，我女儿竟要和我走上同样的路，只是可惜了，这宋世家怎么如今变得这么丑了？我妈一边打量着我的脸，还拿手比划了一下我的啤酒肚。什么叫走上了同样的路？莫非我妈也是带系统的宿主？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就不可收拾。我小心翼翼地向我妈求证，却不想她竟直接把我拉到小板凳上坐下，开始给我讲她的人生。我妈确实是宿主，而且走的世界全都是追妻火葬场的版本。前妻各种花式虐心早已让她对男人免疫。来到这个世界后，她本想躺平摆烂，却不想遇到了攻略系统之外的我爸。我爸起初人确实老实，对我妈也好。他和我爸结婚生子，却不想在之后的10几年中，我爸沾染上了赌博，而他的女儿也在21岁的时候，因为家里欠下巨款，没钱医治，而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他却在我到来的那个清晨一夜之间好了起来。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医学奇迹，但其实真正的张倩颖早已死在了我到来的那个晚上。所以我妈其实早就知道她真正的女儿已经死去了，而我只不过是借用了她女儿的身体。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抚她，却不想她过来抱住我的头，把我揽到她的怀里。傻孩子，这么些年了，我们虽不是母女，却胜似母女，也是缘分吧。我失去了我的倩颖，却遇到了你。所以当我看到你攻略完毕，却要因为一个男人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我怕你也走上一条不归路啊。我耸了耸鼻子，怪不得当年的事情我妈极力地劝阻我，可我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为什么会和宋世家互换了身体？应该是系统最后提供给宿主的应急处理方案。留在这个世界的宿主，一旦反转成功，打脸渣男，就有重新回到小世界的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是期限只有1个月。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也就是说1个月之后，我和宋世家的身份就会换回去。但是只要在此期间我成功打脸了宋世家，那我就能回去了。可是这也意味着我的母亲
在当时并未能回去。我看向他，他仿佛读懂了我的眼神般，笑着和我摇摇头。我当时并未狠下心来，所以我失败了。因此莹莹，我不希望你给宋氏家留什么情面。这几天我暂时先在我妈这里住了下来，并给宋氏家的母亲发了消息，说我暂时出差几天，让她帮我看好宋氏家，然后将手机里存的和宋氏家有关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有种苗疆养蛊人的期待感。不知道将他妈和他这个假儿媳放到家里几天，能生出什么样的事端来。我妈这些年一个人生活，也存了不少养老钱，现在她全部拿出来给我。她知道我用得着。我还用张倩颖的身份联系了不少以前的客户，并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案给他们。我需要重新打拼起自己的事业来，但很显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直到1个多星期后，高中班级群里面班长组织同学聚会，我才从老家回到了市里面。我和宋氏家在高中是同班同学，所以看到他出现我并不意外，只是我没想到短短的1个星期，他或者说我的原身竟消瘦成这样，眼睛下深深的黑眼圈，炸毛的头发，以及没有敷面膜的脸，这得浪费我多少精华才补得回来。但肯定不用说，他在家里和他妈的日子并不好过。张倩颖，这些日子你去哪了？公司根本没有安排你出差，对不对？你为什么躲着我？他红着眼睛不断地逼问我。我知道他一定是去公司找过我了，但很可惜，前台把他拦下来了，因为这还是他自己定下的规定。想来当时他也是怕我突然查他的岗吧。我看着他的模样，突然觉得很可怜，不是可怜他或者以前的我，而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女性，一旦自己带入到了这个身份中，便宛如笼中的金丝雀，喜好完全凭饲养员的心情。一旦哪天人们倦了，便能立马抛弃，再不留情面。我并不想和他有过多的纠缠，他不过才这样生活了区1个星期，而我则是漫长的整整20年。我转身欲走，却不想迎面硬生生挨了一拳。我捂着鼻子，鲜红的血液从我的指缝中流出，抬起头一看，我倒愣住了，竟是秦墨。上次同学聚会还是在10年前，我记得当时秦墨还红着眼眶祝福我和宋氏家，却没想到他如今竟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现在一看，虽然他今天只穿了个休闲装，但全身上下却倒透露着中年成功男人的气质。聚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那么转着酒杯，一双眼睛如鹰般打量着我，随后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微笑。我并不解其意，却也不在意，反正这具身体是宋氏家的，丢的也是他的人。却不想他竟跟了过来，他一把揪起我的衣领，眼神恶狠狠的，仿佛能吃人。宋氏家，你当初答应过我，会替我照顾好倩颖的，可你现在又是怎么做的？秦墨说着，又想抡起拳头揍我，却被我死死拦了下来。虽然揍的是宋氏家，但疼的是我。只是我没想到，如今他竟还记挂着我。我一直将他带到酒店外面，他还想和我决斗。我赶紧和他表明身份。当年秦墨一直不理解为何喜欢他的我却突然分手，转头和宋氏家在一起。我当时也觉得对不起秦墨，只得将系统的事情和盘托出，却不想他竟和看疯子一样看我。张倩颖，你若不喜欢我，倒也不用找这么蹩脚的理由。我以为当晚他拉黑我就直接动身去了国外，却不想他后来竟还找过宋氏家。如今这个互换身份的理由，比起系统那个依旧高明不了多少。
甚至还多了几分滑稽可笑。果不其然，尽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宋世家这几年缺乏锻炼，身体极度的不灵活，我的下巴又硬生生挨了一拳。他还是不会相信，我只得一边躲一边大声地问他：秦墨，你还记得你当年在南校看流星雨时问过我天上的星星有几颗吗？秦墨没有回答，手上的动作却停了下来。你说只有一颗，因为那一刻只属于我们。再次提起年少时的情话，倒是颇有几分不好意思。这是当年秦墨在我耳边单独对我许下的承诺。他的脸色由青转红又转白，他连这种话都告诉你了？不是，不是，还有，我又一连提起好几件事情，秦墨才终于慢慢地放下了手。他两手抚面，踌躇了好一会儿，才哑着嗓子开口问我：所以当年你真的不是喜欢我才和我在一起的？我没想到他会开口问这个，但也只是点了点头。我又去了一趟公司才回到家，我给自己点了个外卖，坐在沙发上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宋世家才满身酒气地回来了。我强忍着扇他巴掌的冲动，将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放到了他的面前。你重新签一下字，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财产我们各自一半。这些年虽然都是你在外打拼，但是我在内同样也辛苦付出了这么些年。当然，孩子的抚养权也归你，每个月我会固定转抚养费过去。宋世家他妈出去跳广场舞了，现在整个家里就我们2个人，同样的场景再现，只不过这次是我坦然和释怀了。毕竟今晚一过，1个月的期限已满。我和宋世家换回身体后，我不想再和他有什么瓜葛，我不同意。张倩颖，你好狠的心，你考虑过婉成吗？他还在企图用绳子绊住我的手脚。我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笑，是不是男人犯错和画大饼都是如此的脸不红心不跳？我从包里将一沓照片摔到了他的脸上，上面是他和那个小姑娘亲昵的自拍照。那这些呢？也是你对自己儿子的考虑吗？这我没有。倩颖，你听我解释。他显然有点慌了神。宋世家有没有这个胆量将出轨这件事做实？刚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所以我故意将那个姑娘调到分公司，就是激得她主动来找我。到时候她一定以为是宋世家玩腻了，主动拿出证据来威胁宋世家，以此来用青春下注换回点什么。所幸宋世家和他也只是停留到了陪着一起逛街吃个饭的地步，尽管他一直在和我解释，但是我只觉得恶心。要不是我发现的早，这恐怕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吧。我不顾他的痛哭流涕，只想快快地离开这个家。第2天的时候，我终于又做回了自己，真正的自己，挣脱了20年来的束缚。从肉体到灵魂，我搬到了我妈家里去住，足足在她那里赖了1个月。宋世家一直在找我，不过都被我拒之门外。直到这天，秦墨约我在咖啡馆见面，明明我已经提前10分钟到了，却看见他的咖啡已经续了第3杯。他显得很是重视，西装革履，头发做了造型。他一向闲散惯了，看到我来了，整个人竟难得的拘谨了几分。你今天很漂亮，比前段时间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谢谢。我和宋世家准备离婚了，许是没那么多烦心事了吧？秦墨点了点头。我们有共同好友，最近他应该也一直有关注过我的动向。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陪阿姨孤独终老吧？我的意思是，你不如重新考虑一下我。无论当年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因为什么选择和我在一起，
我都愿意重新等你。秦墨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是在等一个答复。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但不是情感方面的。抱歉，秦墨，从最初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对你动过心。当年系统让我接手的任务，无非就是男主单方面对女主虐身虐心的那种。在此期间，我的付出，秦墨统统都选择忽视掉。只有在我终于完成任务离开的时候，他好像才如浪子回头般疯狂地挽留我。只是我一向觉得这不是爱，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得不到的一种代偿心理。我并不欠秦墨什么，没关系，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看着秦墨的眼睛亮起了光，又再一次地暗淡了下去。许久，他才又接了话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和我说，我们还是朋友。我将一份计划书递给秦墨，我知道他上大学期间的研究方向和我是一致的。我大概和他探讨了一下我未来的一些经营方向。我打算请秦墨来做公司的股东，毕竟秦墨家确实有钱得很。当然，我的这项计划也是充分研究过市场做出来的。果然，秦墨看后眼睛一亮，那倩影，既然都是合伙人了，不知你能否赏脸，中午一起吃个饭，就当是庆祝你终于要成功取得了自由身，荣幸之至。秦总，秦墨选择的是市里人均最贵的西餐厅。宋氏家来这里请朋友吃过好几回饭，我和他提了好几次，但他却一次都没有带我来过。这里的菜品和服务确实都很不错，如果不是看着眼前这两个跪着的煞风景的男人的话，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品着红酒，1个月不见，地上的宋氏家就瘦了一大圈，连他的啤酒肚此时都看不见了。旁边的宋婉成还穿着校服，你怎么还把宋婉成带过来了？我不悦地皱起眉头。宋婉成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段时间他都应该住校才对。我和宋氏家原本打算的就是等高考后再告诉他，我讨厌不守规矩的人。你和我爸要离婚，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宋婉成指着秦墨，怒火中烧，突然起身，将一整瓶红酒都浇到了秦墨的头上，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宋婉成，我气得打了他一巴掌，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动手。我不明白自己的儿子怎么能如此的想自己的妈妈。所幸这里是包间，外面的人听不到我们这里的动静。我年轻的时候确实爱慕过你妈妈，但是现在我和你妈妈是合作关系。还有，你妈妈应该快要和你爸爸离婚了。至于为什么，应该问你爸爸做过什么才对。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要学会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能听风就是雨。秦墨不紧不慢地拿纸巾擦拭着自己的衣服，意有所指。宋氏家，我们说过这件事不牵扯到孩子的。宋婉成此时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仿佛周遭发生的事情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婉成有点急了，摇着他的肩膀。宋氏家，这瓶红酒算我替你孩子请你的。秦墨起身结账，我也打算离开，却不想宋氏家一把抱住我的腿，不让我走。我挣扎不开，本想好聚好散，却不想他竟如此执拗。宋氏家，我给你留了面子，你要是再不放手，我就把你做的那些事都说出来。宋婉成还在旁边看着，他一下子泄了力，掩面大哭起来。我不知道他的眼泪中混杂着几分真心，只是此刻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宋氏家最终还是签了字。分别那一天，他拦下我想和我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得了口。我后来开了公司，做起了自己的老板。过了几年，终于攒够钱，在郊区买了栋别墅。我将我妈接过来和我一起住，
那么大的房子里就我们2个人，雨天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窝在被窝里看电视、点外卖；晴天不忙的时候，我就带他一起出去旅游。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脑海中响起了共同的声音：宿主您好，恭喜反击任务完成，请选择是否进入小世界。意料之中，我和我妈都选择了同意。我们都有权利和意愿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为了1-2个人羁绊住自己前行的步伐。很高兴，这次前往那个小世界，是我妈和我一起踏上了这趟旅程。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